朋友们，如果你只是偶尔无意识的憋气、心慌、心跳加速、坐立不安、胸闷、手抖、失眠、多梦、头疼、厌食，或者暴饮暴食、失去注意力、记忆力减退、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，如果你出现了上述的问题，那么我要首先告诉你，你没有任何问题。请记住3个词：死不了，疯不了，再变好。很多人被所谓的焦虑症、抑郁症困扰，甚至需要靠药物来缓解痛苦。其实，在最一开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上述提到的所有症状，几乎每个人都体验过，但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差异、过往习气业力的差异，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自己有问题。那些不难受的人才是正常的，只要出现了一点难受就是不正常。于是他就会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问题上，越害怕越聚焦，大脑很开心地开始了自动化的胡思乱想，结果越想越焦虑，越想越紧张，导致了他一步一步地把问题放大。举个例子，可能就是因为天气闷热，所以你呼吸会吃力，那是个人都吃力啊。尤其是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城市，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几千万人呼吸着同一片空气，整个城市的80%-90%都是钢筋水泥，再加上沙尘暴、雾霾，各种污染，各种效应，呼吸不顺，肺部偶尔难受很正常。所以你吃力，别人也吃力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紧张了，好难受，憋得慌，要窒息，大脑习惯性的开始紧张，胡思乱想，放大了自身的问题，就会让你呼吸的节奏变得紊乱。本来天气就闷，氧气就会不足，自然就会憋气，可心一旦乱了，气就会跟着越来越乱，可能就会心慌，伴随着紧张，心跳就会加速。心只要一乱，你自然坐不住，因为心里藏着食神，它就是喜欢乱动，喜欢消耗，谁紧张都会发抖。你看着你的手在抖，跟网上一对照，完了，躯体化了，晚上就睡不着了，失眠多梦，睡不着，黑白颠倒或者睡不够，就容易造成植物神经紊乱，就容易头疼，更容易出现所谓躯体化的症状。你的大脑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，休息不好，天天在那空转，没有一刻是闲着的，整天都在胡思乱想，浪费能量，浪费心力，记忆力能好吗？天天想着自己有问题，情绪就会低落，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哪还能有食欲？肠胃功能紊乱，脾胃不和，甚至还有那些紧张自己大便不成形的。谁拉肚子大便能成形啊？晚上你睡不着，刷着视频，全是抑郁焦虑的视频，是又哭又闹又上吊的。完了，在网上确诊了，于是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小心翼翼，平时没事都在想自己是不是病了，胡思乱想，恐惧、焦虑，失去当下，注意力还能集中吗？大脑一旦形成了这种恐惧习惯，就是一个死循环。说到这里呢，可能很多朋友就要开始说了，我明明都确诊了，才不是你说的这样。没错，你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把自己下确诊的。我只要一说出真相，你就说但是，我说你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就会说自己有问题，甚至你不允许任何和你相悖的语言插进你的逻辑里。所以为什么我的内容会让你大脑放空，会让你感受到轻松、舒适、自在？因为这才是你的常态。只要你一想到自己有病，马上循环就又开始了。
所以时好时坏，最后大脑才会真的出现一些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基本就是所谓的重度抑郁焦虑了。医院买的药物会促进你分泌多巴胺，获得短暂的快感，可是终究是治标不治本，而药物就会成为一种依赖。是药三分毒，吃了会害怕，不吃又会难受，这就又进入了另一个死循环。你会失去开心快乐、取悦自己的能力。类似多巴胺这种可以让你快乐的东西，我们自己本身就能分泌，而只有在行动中动起来，获得了经验，才能让你分泌，你才能感受到快乐。所以说到底，焦虑、抑郁根本就不存在，这个本质就是能量低，心力不足，动不起来，缺乏自信。有的人说我可以找心理医生啊，那更是在大脑层面解决大脑的问题。你动不起来，他说你动起来就好了。你难受，他让你别难受。你死死抓住一些东西放不下，他让你放下。很多人在跟自己的心理医生沟通的过程中，最后都会不欢而散。这就是在二元对立，在大脑的层面去解决大脑的问题，用一个极端去控制另一个极端，所以只会制造焦虑、制造矛盾、制造问题。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把它当作问题，不去认同大脑里的胡思乱想，跳出三维认知、语言、逻辑，问题自然消失。而跳之前就需要停下胡思乱想，停下状态认同。怎么停？先休止合观，因为这可以软化掉你的习气，软化掉你自动化反应的那种惯性的强度，让你在反应起来的时候呢，能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做到如如不动。你可以去了了分明的看见，但是呢又不被带走，这就是说明你有定力了。然后在平时呢，你要让自己尽量的保持正念，就是要去练习在当下的真实发生中投入你全部的注意力。吃饭就吃饭，走路就走路，睡觉就睡觉，喝水就喝水，刷碗就是刷碗，洗澡就是洗澡。你每完成一次这样在行动中的全然的正念，就都能帮助你打断或者减少习气对你的支配，让你暂时远离头脑的内耗，让你暂时从头脑的拉扯当中走出来，回到当下，回到真实的世界。就比如说你现在正陷入在头脑的拉扯当中，你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。如果你在书桌前，就拿起你的水杯，闭上眼，去全然地感受你的手触摸杯子的感觉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。如果你能做到投入全部的注意力，去全然地感受你手和杯子接触的感觉，这就是一种进入到全然的正念。当然，最简单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到当下自然的呼吸或者深呼吸上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转移不是强制的，你可以在没事的时候通过练习养成这种内观内照、关注呼吸的习惯，它不会消耗你很多的能量，你只是轻轻地放在呼吸上，心息相依，情绪自然平复。这就是一种进入到全然的正念，这种对当下投入足够意识的举动，这种正念就会把你从头脑的胡思乱想当中，从内耗当中给拽回来，拽回到当下。实际上，你之所以想反抗，正是你不接纳自己的表现。本来一开始就算不上问题的事，但由于你不接受你自己的这种状态，你就自我否定，你自我否定就开始烦恼了，你烦恼了之后就更否定自己，你更否定之后就更加烦了，更加烦了之后你就更加否定自己，你就是在不断的否定自己的这种情况下，使得自己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强，使得你自己的状态就越来越差。
而且状态越来越差，你就越来越否定自己，认为自己不正常，造成这种恶性循环。为什么我上面说没病也被你吓出病来了？因为身心是一体的，你的心理、你的思维模式是否定的，然后对应的身体也是如此。这种否定你没有释放出去，你积累在自己身体里，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淤堵。关注呼吸，安住当下，提升能量，提升心力，提升专注力。觉照一起，大脑一停，立刻接纳。所以重点就是觉，它可以帮助你看破身体上的痛苦，心理上的痛苦，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念头、情绪或者身体的感受上，所有的虚妄立刻消散，本心自现。当没有了胡思乱想、抑郁、内耗的时候，正是恢复心力的时候。这时你随便的动动手、动动脖子，你都能确定自己是可以任意行动的。该吃饭吃饭，该上厕所上厕所，该工作工作，没有任何的胡思乱想。你会在一个又一个当下的进行中找回失去的力量。所以我不是在治愈你，我只是在让你找回真正的你自己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